婚姻的真相是什么？婚姻是人性的试金石，这是我结婚8年悟出来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爬了一天的山回来，我跟马家筋疲力尽的一前一后回家，马家还撑得住，一手提包，一手开门，我实在累得不行，直接摆烂，整个身子就那么有气无力地靠在他身上。他拿包的手须扶着我，防止我倒下，一只手千难万险地开门。推开门，家里有人，我的公公婆婆在家，正襟危坐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脸严肃，4只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射过来。我赶紧站直身子，换鞋进屋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马家边往里走边问。你们收拾一下过来坐下。婆婆面无表情。我用胳膊肘捅了捅马家，用嘴型示意疑问。怎么了？马家一声没吭，搂紧了我，2个人挨着坐在沙发上。你们已经结婚2年了，隔壁陆叔家的孙子已经满地跑了，你们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婆婆首先发难。妈，慢慢来嘛，不急。马家嬉皮笑脸道。怎么不急？你们有问题的话就抓紧时间治，再拖大了都不好搞。婆婆继续教育。你明天周一就去医院检查。公公冲着我一脸严肃，婆婆的语气也有点抱怨。我真是白每个星期来给你们煲汤了，本来想着让你们补身子，我能早点抱上孙子。边说边瞟了一眼我，仿佛那汤我一个人喝掉了。我无语，只得应承，可以啊，明天一起去检查。我心里嘀咕。公公冲着我说，貌似断定我有病似的，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好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马家打着哈哈。临走的时候，婆婆特地喊我，欣，你明天记得早起就去医院，不要上厕所，送走公公婆婆。我一把打开马家搂在腰上的手。你爸妈啥意思啊？他们怎么就断定是我的问题？好了，不生气，明天我陪你去。马家赶紧哄我，一边上下其手，到处点火。洗澡去，快点。他3下5除2地脱掉衣服。不行，我今天累死了。我哼哼唧唧地拒绝。不成想，身体被马家一把扛起，直奔淋浴间去了。男人真是下半身动物，爬山累了一天，到了晚上照样生龙活虎。我被他折腾得撒娇卖萌，连连求饶，他却意犹未尽，置若罔闻。醒来的时候，我浑身酸痛，一看时间呀，已经7点40分了，赶紧推醒马家，快点起床，今天要去检查。婚后的日子，我们还像还在恋爱，虽说心里觉得自己一直不怀孕，有些不对劲，但我很享受这样的2人世界。到了医院，我跟他各自开了检查单据，分头行动。到12点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过来了，脸上明显不高兴，有些失魂落魄。怎么样？我问他。你呢？没啥事吧？他不答反问。没事，医生说我注意营养均衡，其他很正常。我挥舞着手里的报告单。老婆，医生说我有弱精症。马家把单据递给我，难过的低下头。没事，医生说怎么治？我安抚他，先吃一段时间中药调理看看。好，那就按医生的说法来。我尽量让声音显得欢快些。回家的路上，马家一声不吭地开车。我知道，一个觉得自己很健康的人突然告诉他有病，而且还不好宣之于口的病，任谁都接受不了。既然是夫妻，患难与共。再说，医生说可以治，我愿意等。我觉得心情舒畅很重要，于是打开汽车音响，舒缓的音乐瞬间在车里流淌起来。我的思绪也飘到从前。我跟马家是朋友介绍认识的，
我大学学的英语，毕业后在一家英语培优机构上班。闺蜜说她表哥是公务员，比我大3岁，人长得帅，最大的优点是没谈过恋爱。我一想，我也没谈过恋爱，那就见一见吧。第一次见面，约着吃饭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那等。看我走过来，自我介绍一番之后，我在他眼中看到惊喜，他赶紧起身过来给我拖凳子、倒水。我知道，我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的乖乖女，长发披肩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。我对自己的样貌还是很有自信的。第一次见面，我成功地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马家1.8米的样子，浓眉大眼，很端正的五官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帅一点。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，发现我们竟然是初中校友，距离一下拉近了很多。第二次的约会是在周末，他请我看电影，是个美国悬疑片，两个人坐得很近，他的手臂松松地护在我的身后椅背上。电影放了一半，他偏头对着我的耳朵，低声说：“我没看懂。”耳朵上一阵热气袭来，我面红耳赤，有点头晕目眩的感觉，赶紧把手搭在扶手上。晕晕乎乎的电影散场了，我们一前一后的走出来，走了2步，马家回头看我，踌躇了半晌。我刚才的电影没看懂啊，我也是，我冲口而出，要不我们再看一次？他一脸热切，我看他耳朵尖都红了。我低头看着脚尖，然后他去买票和零食，继续坐下。这一回我的手继续搭在扶手上，感觉他朝我这靠了靠，我冲他笑了笑，这似乎鼓励了他。他的手就落到了实处，手掌上的温度透过了我的衣袖。他说：“我一直都想要握你的手，又觉得才第2次见面，好像不太好。”我侧头看了他一眼，看到他眸子里点点星光都是我没有动，任由他握着。再从影院出来时，已经是深夜了，旁边就是一个夜市广场，吸引了喧闹的人群。我们牵着手挤在人堆里，尽管眼前的一切明亮而璀璨，然而事实上这里每天都喧闹非常，并无新意。我们只是享受着和对方在一起。那以后我们正式恋爱，经常约着吃饭、看电影，拖着手，勾肩搭背，招摇过市。我上班还是很忙的，教高中英语，周中备课练课，周末从早到晚的课排满了。现在高中孩子学业压力大，我很注意舒缓他们的情绪，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。这天是个周二，我们通常每周二都是自己练课备课的时间。高中的老师都在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一个人一个格子间，大家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。在培优机构，任课老师竞争压力很大，高3学生提分是第一要务，课练不好，学生分数不能提高，学生会放弃你的课。如果没学生选择你，你只有末位淘汰了。陶玉妈妈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电脑上排 PPT。今天电脑不晓得抽什么风，一直出故障，不停自动关机。我焦头烂额，李老师，我有事跟你谈，麻烦你出来一下。陶玉妈妈今天不晓得抽什么风，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。我正在电脑上下载杀毒软件，我怕错过点击时间，就不想出去。再说，家长找我不就是学习的事，有什么不能在办公室谈的？陶玉妈妈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忙，你要不就在办公室讲吧。我一面盯着电脑，一面应付他，后面半天没回应。我弄完电脑再回头，陶玉妈妈眼睛盯着我，眼神犀利的我有点害怕。我赶紧从旁边拖一个凳子给他，您坐，说吧。李老师，你怎么能勾引学生？他咬牙切齿地说。我一怔，陶妈妈，你可不能乱说话，我勾引谁了？
我语气很不耐烦。你看，他气急败坏地打开一个手机相册，里面全是我的相片，蹲在站着坐着的都有。这是谁的手机？我疑惑不解。陶玉的，我早上才看到。我急得跳脚。还有半年高考，你说这孩子这样怎么办哦？他急得嚎啕大哭起来，惊动旁边格子间的老师朝我这张望。我赶紧把他拉到外面。陶妈妈，我以人格担保，陶玉是我的学生，我有男朋友，怎么会去勾引他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心里其实又委屈又气，可是争吵不能解决问题，只能冷静面对。我把手机相册仔细看一下，您看，这都是我微信朋友圈发的图片，他自己下载的。他急了，继续哭。他就是单恋，也会影响成绩呀。我跟他谈一次，你看行不？我征求他的意见，不行。再一谈，他更是花心了，他拒绝了。在他看来，我是洪水猛兽，那怎么才能帮到你？我一脸无奈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，只能退课，换别的老师。我一想，陶玉的成绩在我手上提升很快，我还准备让他带动一批人，如果转老师肯定会影响其他同学，这样我的生源会受影响。这样吧，我让我男朋友出面跟他谈谈，不提相片的事。旁敲侧击一下，我诚恳地说。他考虑了半晌，他肯定也想到换课陶玉不一定同意，他点头答应。我跟马佳一说，他一脸紧张，感情我还得跟00后竞争啊，太卷了。我打他一拳，都啥时候了，还开玩笑。他一把搂住我，附在我耳边，说明你有魅力，我真幸运呀。从那以后，马佳每天上下班接我，课间我也跟同学介绍他，他很快跟同学们打成一片。最后陶玉跟他勾肩搭背，屁颠屁颠跟他后面跑。陶玉妈妈也发信息说孩子蛮认真学习了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是个粘人精，在外面得体大方，单独和马佳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被抽了骨头，总喜欢像条小蟒蛇一样缠在他身上。周末过来和他一起吃顿饭，离开前总要和他在卧室里进行一番极限拉扯。我不想走，他也不想让我走，但乖乖女人设的我跟父母说晚上不回这句话实在开不了口。马佳比我还急，第2年他就到我家求婚，我就把自己嫁了。我们的2人世界很和谐，天天粘在一起。不成想婆婆会直接大刀阔斧地催生。回家后，我闭口不提治病的事，我不希望这个成为她的负担。她也不吭气，情绪明显低落很多，在我面前竟然有一丝羞愧难当的意味。连续几日，2人都没提这事，都努力回到之前轻松的状态。正在吃饭时，婆婆打来电话，马佳接来没说2句，脸色大变，吼道：不是他有问题，是我有问题，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婆婆就给我发微信，我直接告诉她马佳弱精症。好久婆婆没回信息。第2日中午，婆婆竟然去了我单位找我，说就在楼下。我匆匆下楼，远远看见婆婆在门口的长椅上坐着，坐立不安，一会儿站起来朝门口张望，一见我连忙站起来，却仿佛矮了半截似的，道：欣欣，难为你们了。妈，有什么急事吗？竟然到单位来找我。我好奇，欣欣，你们还年轻，这个病不是治不好，找中医调理调理就行，你不要太着急呀。婆婆语重心长，我一下明白了，婆婆知道自己理亏，又怕我嫌弃马家，甚至怕我离开马家。我一脸坦然，马家又不是生育机器，我跟他是有感情的，您就别操心了。婆婆听了这话似乎放心了，很满意，又叮嘱几句便走了。
当晚看马家情绪好一些，我搂着她撒娇，身子像蛇一样缠着她。老公，谁也不保自己不生病，有病治就行了，别负担太重啊。我们去看看中医，调理一下，就算努力了。如果我们命中真没孩子，那也不要紧，就过一辈子二人世界才好呢。第二天，我就跟她一起按婆婆指引的地方看了老中医，高兴地拿了几大包中药回来。婆婆每周周中过来煲汤，比以前更细致，卫生打扫得一尘不染。马家对我百般体贴，她的态度里有那么几分讨好的味道，虽然尽力掩饰，她的不自信也会流露几分出来。周末去婆婆那里吃饭，桌上摆的菜都是我最喜欢的。婆婆对我小心翼翼，说话做事都看我的脸色。公公也和蔼很多，我很不自在。我一直以为夫妻本来就应该患难与共的，在屋子里漂浮着中草药味道的氛围中。第二年我怀孕了，马家高兴得像野人，婆婆天天往我这跑，只差把我当老佛爷供着。10月怀胎，我生了女儿，6斤。婆婆明显有些失望，我懒得理她，我的女儿我喜欢就行。婆婆失望就导致月子餐有些敷衍，带孩子也是不闻不问。我一个新手妈妈，什么也不懂，只得硬着头皮上阵。有时孩子哭，我也哭，哭完了继续豪情万丈。慢慢的日子艰难起来，产假很快过去，我上班了。马家正处于事业上的上升期，要经常出去应酬，回来总是喝得醉醺醺的，往床上一倒，便不省人事般睡去，除了鼾声如雷，便仿佛没有这个人似的。把尿、喂奶都是我的事，我明显缺觉，经常给学生上课都恨不得站着睡着了。我跟婆婆说，让她帮我带一下晚上，她马上大呼小叫，颈椎腰椎心脏都犯了。熬到宝宝半岁的时候，我上课竟然睡着了，醒来当着学生的面羞愧难当，回家跟马家商量请个阿姨。马家不以为然，你那份工作就是临时的，辞了算了。在他的眼里，除了公务员，其他工作都是临时工。我又急又气，可是有什么办法，只得辞职。我辞职以后，在家里带孩子鸡飞狗跳，经常饭都吃不上。婆婆一周来不了一回，来了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，催我准备生二胎。我心里发冷笑，此一时也彼一时，治病时百般呵护，这时又这样，搞得人很不舒服。那天孩子白天闹晚上闹，我憋屈，我把马家推醒，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？他睡眼惺忪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别吵我，你又没上班，你不带谁带？自从有了孩子，家务多了起来，马家突然也变了样，不再宠我，不再体贴，更不要说替我着想，心疼我。这句话里，我听出了他满满的优越感。其实我上班是金牌教师，工资比他高1倍，就是周末辛苦点。我一阵心痛，却并不知怎样回击。我从未想过会回击他，因为我从不知他会这样说他。宝宝1岁半的时候，我在互联网平台上开了一个账号，分享英语学习心得。后来又开了专栏，宝宝学英语，慢慢粉丝超10万，而且越来越多，收入也逐步提升。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有大把的时间来剪辑视频，收入已经直逼我上班的工资，索性我就没有找工作，专心照顾孩子。马家也提了部门负责人，工资始终原地踏步，可是他自我感觉良好，回家开始像大老爷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凳子倒了都不扶一下。在婆婆催生二胎的声音中，马家也附和着要生二胎。我想着自己一路抚养宝宝的艰辛，
我不愿再来一次。这一回，马家跟婆婆站同一路线，甚至丢出杀手锏，不生就离婚。我被她气笑了。你们只管催生，谁管过宝宝？我乳腺发炎，自己上医院谁管？宝宝刚出生，小手小脚，我不敢碰，可是只得硬着头皮上水管。宝宝半夜发烧，我披头散发跑进跑出水管，他哑口无言，憋了半天来一句：你又不上班，不就是带孩子的吗？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，眼泪止也止不住，汹涌澎湃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宝宝搬出来，马家回家后以为我是赌气，等到打开衣柜一看，我的和孩子的一扫而空，才知道我来真的。他就围追堵截我，痛哭流涕，承认错误，要我们娘俩回去。婆婆倒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张口就质问：你这当妈的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你怎么教孩子？我懒得辩解，把电话挂了。看我态度坚决，马家就拿出软磨硬泡的功夫，天天黏在我这，跟女儿大打亲情牌。女儿慢慢离不开他，父女俩一见就呵呵笑得打滚。我有些心软，有些松动，但想起日子已经变成了一地鸡毛，我就不甘心，不愿再回到以前的日子。我想到那个宠溺我如孩子的马家不见了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伸手向上的铁人保姆。还有当时他话里话外，他透着对我的轻视，什么我是临时工，他是铁饭碗，他还年轻，还有升值空间。他已经忘了，就在2年多前，他还是极不自信的。他怕我离开他，他一家人都怕我离开他。在他和他家人的眼里，现在时过境迁，他占了优势，我处于劣势，所以可以轻视，做什么都理所当然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场婚姻中没有同甘共苦，唯有现实和势力。我唯有自己绽放，才能获得尊重和关注。我跟马家说，给我们一段时间，重新审视婚姻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我真正想改变，源于一场生病。我发烧咳嗽，撑着没去医院。那天半夜，我继续发烧，人都烧糊涂了。女儿在旁边哭，就给她打电话，她很快就来了，把女儿穿好，把我裹好，带着我们一起去医院。我一路烧得迷迷糊糊的，我就跟她交代家里的事情，她的眼泪就不管不顾地流了出来，抱着我说：对不起，我后悔死了，我不知道带孩子这么辛苦，我以为女人带孩子理所当然，我把你弄丢了。我一个人躺在冰凉的床上，就想你，想宝宝，想得胸口疼。我在医院住了1周，她请假照顾我，女儿婆婆带回家了，她衣不解带，细心照顾我。我感觉那个宠我的马家又回来了。她说不要2胎就不要吧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。出院以后，我自己报了瑜伽和家庭教育课，然后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。我觉得只有通过学习，才能让自己变美变好，自己变美变好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老师告诉我，婚姻需要经营，不要想着改变他人，你自己的改变要一致性地表达自己。男人不知道你的委屈，你却在那内心戏一大堆，然后逃离。男人也是第一次当老公当爸爸，他哪知道你的需求，你得表达出来。遇到事情不是逃避，而是选择面对。慢慢的，我的身姿更加挺拔秀丽，脸上全是喜悦、安详、宁静。马家流连在我脸上的目光越来越多，黏在我这都不愿回家。女儿跟她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更加古灵精怪。闺蜜说你和马家都结婚5年了，毛婚之年的意思是说，那些毛茸茸乱糟糟的情绪和关系可以理顺了。她的话虽说不至于醍醐灌顶，但她说出了我这段时间在心里反复摩挲的话。
春节前夕，马家在跟女儿腻歪着说回家的时候，我答应了。那天婆婆跟她一起过来的，婆婆有点尴尴尬尬的样子，我坦然地上去拥抱了她。妈，我跟马家冷处理了一段时间，以后我们会努力经营我们的小家。婆婆高兴地抹着眼泪，毕竟是自己儿子，小夫妻闹矛盾，婆婆也不可能独善其身。除夕夜，一家五口围坐，女儿满脸笑意，晶亮的眸子闪着光，拿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给的大红包，得意非凡。公公举起酒杯，来，为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幸福美满生活干杯。我跟马家对望一眼，他满眼宠溺地看着我，4个杯子碰在一起，女儿在一旁急得直叫唤。还有我呢，小手把杯子高高扬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